如果世界上的蜜蜂消失，人类只能存活4年之久，这会是真的吗？在自然科学课堂上的马克向学生提出了疑问：世界上的蜜蜂正在大量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，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切呢？学生们认为很可能是病毒传染，或者是工业废气污染，还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。显然这些都不成立，而另一名学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An act of nature and we'll never fully understand it. Nice answer, Jake. I mean, science will come up with some reason to put in the books, but in the end it'll be just a theory. 这个答案得到了马克的认可。此时副校长突然走进教室带走了马克，很快学校所有的老师聚集在一起。原来就在刚刚外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清晨，人们在这里晨跑和散步。坐在凳子上的金发女发现了奇怪的现象，远处的人正在倒退走路，另一边所有的人直接站着不动，而自己的朋友对于自己所说的一切无动于衷，神情变得恍惚。随后他取下了头上的发簪，朝着自己的脖子直接扎了进去。与此同时，在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，一个工人意外掉落下来，几人顿时就傻了眼。就在几人准备呼叫救援的时候，身后却再次传来响声，又有1人掉了下来，紧接着是第3个、第4个。更诡异的是，上方所有的工人正在往下面跳下来，没有人知道这一切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人们为何开始离奇自杀。为此，学校也是发布了紧急通知，老师和学生们各回个家。回到家里的马克看到电视播报，上面解释了这次事件很可能是某种毒气传染影响了脑神经，导致人们的自杀行为。人们开始纷纷逃离这里。马克带着自己的妻子和朋友打算乘坐火车回到老家费城。与此同时，在费城的中央公园，树林里一阵风袭来，突然所有人停止了脚步，一声枪响，警员直接倒在地上领了盒饭。一名从车上下来的男子捡起了地上的枪，伴随着枪响，他也倒在地上。随后，另一名女子也朝着枪走过来。很快，在火车上的马克他们也得到这个消息，众人开始变得焦躁不安，火车与控制中心也彻底失去了联系，他们不得不停在小镇之上。一个女人看到了自己女儿传来的视频，一个饲养员正在把自己送给老虎吞噬。很快，电视播报声明了这一切并不是遭到恐怖袭击，城市大部分面积开始遭遇这种现象，而他们正在这片区域的中心地带，他们不得不逃离这里。马克想要搭车远离这里，却没有一人回应他，大家都落荒而逃。此时，一对老年夫妇看到了2人准备载他们一程。马克的朋友朱利安也找到了车辆，他打算将自己的女儿交给马克，自己单独乘坐前往费城的车辆寻找自己的妻子。在和自己的女儿告别后，他们分别前往了自己的路途。在朱利安赶往的路途上，遇到了吊挂在树上自杀的人群，车顶的上方有着一道风口。朱利安感知到事情不妙，随后车子缓缓停了下来，车子再次加速撞向了路边的树上。下来的朱利安盘坐在地上，他捡起地上的碎玻璃，朝着手腕割去。另一边的马克在逃离这片区域的路上，看到了很多尸体，他们不得不赶道而行。在一个交叉路口遇到了军方的车辆，一个士兵跑了下来，告诉他们基地遭遇了这种现象突袭，而每个路口的车辆开始聚集到这里。在他们的告知下，没有一个方向是安全的。他们分析到，这种超自然现象都是伴随着公路人群聚集的地方。一个地产人员告诉大家，在这片区域附近有一个隐秘的地方，没有公路，没有人口聚集，他们可以徒步选择前往那里。他们分成了2队人马，在赶往的路上，前方的人员争吵了起来。此时，士兵突然喊起了口号，前方的人开始停住脚步，士兵则开始后退。随后，不远处传来了枪响声。马克他们感知事情不妙，在他的分析下，这一切很可能都是植物在作怪。他猜测植物可以感知聚集的人群气息，而那些无色气息可以伴随着风而来，他们必须跑在风的前头。此时，一阵风席卷而来，众人分成了3队分散跑去。大风经过马克几人竟安然无恙，这与他的分析一致。此时，他们眼前出现了一栋房子，他们来到了房子里面，找到了地图，在上面找到了一处隐秘没有人口居住的地方。他们打算立刻前往那里，而另一边的人群也赶到这栋建筑。他们忽然停住了脚步，一个男人打开了除草机，随后躺在了草地上，等待着除草机的到来。一路奔波而去的小女孩没有食物补给，马克他们来到一栋建筑想要食物，却并没有人回应他。小胖却发现里面有动静，里面的人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。在马克的劝说下，却还是遭到了拒绝。另一小男孩生气地用脚开始踹门，2个小孩开始嘲笑房主的懦弱胆小，一把枪却突然指向了男孩。很快，男孩就领了盒饭，紧接着是小胖，枪口正在朝着他伸来。马克发现事情不妙，却为时已晚。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几人都被吓坏了。3人不得不离开这里，而他们在另一处发现一户与世隔绝的人家。原来女人自己丈夫死后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在这里，这里没有电源、水源供给，一切都靠自己自产自足，而她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。她让马克他们留宿在这里。第2天的清晨，马克发现房主也被植物气息入侵，房主转头看向他，气息似乎发现了马克的存在，他赶紧躲了进去。房主开始朝着门撞去，然后再将窗户砸碎。风很快进入了房间，马克赶紧关上了房门，而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孩早已经躲到了不远处的仓库，他们可以通过房屋管道进行通话。马克想要来到妻子的身边陪伴着他们，此时外面的风依旧在，马克勇敢地走了出去，另一边的妻子也带着女孩走了出来。
而他们却并没有被植物气息入侵。昔日的城市再次恢复了往常的生活。两个男人正走在街道上讨论什么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了女孩的尖叫声。 Putain, ça m'a fait peur. Je devrais amener mon vélo. 此时他才发现事情不妙，周围的人突然又停住脚步，一场风暴即将来临。